大家好，我是柴曦 ，S10终于迎来了大结局，虽然有些不甘心，但是还是要拿得起放得下，明年再打回来就是了。本期视频就来带大家回顾一下决赛，再给大伙讲一些你们不知道的小故事。冲冲冲！神兵天降。这一次的世界赛，想必大家都已经看过了。DWG 3-1击败了小狮子，获得了 S10的冠军。虽然没有完成3连冠的成就，但我觉得苏宁已经打得非常好了。这一次决赛，我印象最深的有2个镜头，一个是神兵天降。That's it, Canyon's finished as well. SOFM hops forward, Ghost flashes defensively and rooted in place. Bin sends him packing. Ghost gets caught out, that's the Quadra. Looking for it, Bin will pick it up. Get the pentakill for Bin and Suning Gaming in the World Championship Final. LPL Fiora. 苏宁从河道一路杀到高地，帮助阿兵拿到了 S 赛决赛的第1次5杀，创造了历史。还有一个就是 Showmaker 的赛前宣传短片。 진짜 이 기회가 항상 이번이 마지막이라고 임하면서 해야 될 것 같고 LCK가 그렇게 최고의 위치에 올라선 이유가 좀 페이커 선수의 그 공이 크다고 생각하고 저희가 꼭 이번 대회 이겨가지고 LCK 위상을 다시 되찾아야 된다고 생각하고 있고 我辈义不容辞，这翻译也太信达雅了吧，甚至还多了一丝悲壮感。先不论 Showmaker 在决赛里面发挥究竟怎样，能有这样信念的对手是真的挺可怕的。当苏宁战胜滔博进军决赛的时候，阿斌非常高兴地说，终于可以在决赛里面和牛宝碰面了。他们亦敌亦友的高手过招，可以看作是整个 BO5 的一个缩影。这一次决赛能够感受到双方实力上的差距，一边锋芒毕露，一边稳中求胜。DWG 整体的失误更少，更加的成熟，而苏宁这边就有些急于打开优势，露出了很多破绽。回顾苏宁今年的表现，春季赛倒数第7，夏季赛常规赛第4，世界赛的3号种子走到决赛，已经远超我们的预期。冰、幻风、Angel 都还未满20岁，他们都有无限的未来。这一次技不如人，甘拜下风，明年再来讨教就是了。本期视频的最后，邀请到了老朋友叉烧教练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世界赛他的心路历程，大家不要错过哦。冠军之路。这2年，大家对于 LCK 的了解逐渐增多，我们也听到了很多韩国战队的故事。现在 LCK 联盟化正式确立，各个队伍身后都有土豪公司站台，韩国2大通讯社、人寿保险、直播平台。还有基金公司。那么问题来了 ，DWG 的赞助商是做什么的呢？根据韩国的维基百科解释，这是一个主做显示器的游戏外设公司。虽然不怎么有名吧，但他们的老板是著名的房地产富商，队伍呢也并不是很缺钱。DWG 的前身是一支网吧队，由现在沙河战队监督 Macro 自掏腰包建立。这老哥大半辈子的积蓄都拿来做战队了，一个人养了 LOL 和 OW 2个分部的15名队员，因为真的没多少钱，所以队伍都在网吧里训练。但是当时的小伙子们还是很争气的，他们在17年的夏天赢得了 CK 联赛资格，去打比赛总得来点资金吧。教练通过网吧老板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赞助商，获得了赞助以后，正式的改名为了 DWG。现在的5名队员当中，只有 Barrow 是最初时期的老队员。别看他这一次世界赛辅助玩的这么好，最开始他在队伍里面是打 AD 的，和他一起走下的是现在的替补辅助。来 CK 联赛的第1个赛季 ，DWG 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队伍，7-7排名第5，本来差一点就进季后赛的，但是没想到在临门一脚的时候被倒数第1的队伍给拖下了水。而这个队伍的上单就是牛宝。根据 Nogray 自己所说，其实打职业也算是挽救了他的人生，但刚打职业的时候真的很辛苦。当时第1次去战队嘛，虽然环境非常恶劣，睡的地方也是非常窄，电脑都是挨着的，但是牛宝觉得只要玩游戏，我什么都可以接受，什么都是 OK 的。刚开始的第1步确实有点难，之后真的好多了。왜 우는 거죠, 근데? 大家为什么都在哭呢？ 이거. 其实当时虽然那种宿舍地方非常窄，训练室环境也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很开心，可以听到队友们说的很多话，感觉就很开心，大家不需要哭。正式成为首发的第1个赛季，一上来就被人打了个10连败。他出道的时候是整个 CK 联赛最能死的上单，
场均要死3.3次。然后当时牛宝也是每天一直死，当时也是队友哥哥们玩得好，他才有了今天。但是呢，这里牛宝谦虚了哈，他在当时也展露出了非常强的 carry 能力，场均击杀排名第1，而且领先第2名非常多，实力很强，只能说不够稳健。这里呢还有一个我们的老熟人剑皇，他是牛宝之下的第2好抓，而且场均击杀还是排在倒数第1。哎，还是老样子。当时的 CK 联赛里卧虎藏龙，里面都是 LCK 未来的希望。除了 DWG 和牛宝以外，和他们一起竞争的还有格里芬、沙盒和今年刚升上来的 APK 战队。虽然这一年牛宝的队伍排名倒数第1，但是他被 DWG 的老板看中，和 Showmaker 一起加入了队伍。小伙子总算是熬出了头，来到了一片新的土壤，本该好好施展一番拳脚。但在第2年却遇到了无敌的格里芬。2018年的格里芬强大到什么地步？在秋伟还在替补的时候，就已经14-0全胜领跑，升降级赛中轻松碾压了 MVP 和 KDM 晋级了 LCK， 并且一路打到了 LCK 的第2名。是次级联赛队伍里面的神话。这个时候的大乌龟被格里芬压得死死的，队伍磨合也出现了大问题。2位 AD 选手轮番上岗，都发挥的不好，甚至还让已经转了辅助的 Barrow 又回来打了2次 AD。虽然最终保持住了常规赛的第2名吧，有机会竞争一下 LCK 的门票，但因为 Showmaker 的迷惑操作，他们季后赛输给了一支很差的队伍，最后还是无缘升降级。后来 Showmaker 自己回忆说，他真的特别的沮丧，一直还在担心自己以后还能不能再打上去。18年的夏天算是 DWG 的转折点，他们更换了 AD 选手 Nuclear，13-1统治了次级联赛，直通升降级，并在19年的春天登上了 LCK 的舞台。也是在这一年，金教练和 Canyon 加入 DWG 1.0 阵容正式组建完毕。其实他们第1年在 LCK 打得还挺好的，虽然没有格里芬那么耀眼吧，但是也2次打入了季后赛，最终在冒泡赛里击败 KZ 进入了 S9。这个时候的 DWG 牛宝是绝对核心，行窃预兆，标志性符文。LCK 内部和 ESPN 都给了他非常高的评价，但这一次 DWG 也没有能走得太远。小组第1出现以后，被 G2 送回了老家。Noguri 也因为 BO5 里面6-18的糟糕战绩，被评为了那年大地奖的得主。第1年升入顶级联赛， DWG 的队员们更多的还是遗憾。 제가 선수들한테 이제 종종 하는 말이 있는데 팀이라는 거는 다 잘하는 선수만 있다고 해서 그 팀이 강해진다라는 건 아니라고 생각을 해요. 서로 장단점을 보완해 줄 수 있는 그런 선수들이 모였을 때 이제 팀이 딱 하나가 되고 강하다라고 생각을 하는 건데, 저희 같은 경우는 탑 같은 경우가 엄청 공격적으로 해주고 그게 무너졌을 때 대신 이제 미드 정글이나 바텀 쪽에서 시간을 벌어서 탑이 다시 입장을 할 수 있게끔 시간을 벌어주는 역할을 잘해주는 거고, 신인이기 때문에 항상 겁을 먹으면 안 되고 일단 패기 정도는 있어줘야 된다라. 그리고 승패에 너무 연연하기보다는 무조건 우리가 준비 잘해서 우리가 준비한 대로만 좋은 경기력을 보여주자. 그렇게 준비를 하다 보면 분명 좋은 결과는 따라올 거다. 이런 얘기를 제일 많이 했던 것 같아요. 今年春天 ，DWG 更换了队伍的监督 Zephyr， 购买了原来沙盒的 AD Ghost。这2个人的职业经历可以说是最惨的。教练 Zephyr 当年是 Najin 白盾的 AD， 按照他88年出生来算，他14年和小伞在下路对线的时候就已经26岁了。本来还想继续坚持的，但中间又因为得了癌症，不得不离开赛场。病情好转以后，16年转型教练，18年带 Africa 打进了世界赛，被大家誉为抗癌先锋。至于 Ghost， 你们别看他现在是又稳又强，他是整个 DWG 队内遭受质疑最多的选手。虽然看着长得很年轻，但实际已经打了5年了。他在加入沙盒之前，他的生涯总战绩是64胜129败。就算他现在已经拿下世界冠军，但他的职业生涯总战绩还是负多胜少。这就是曾经的 Ghost， 大家口中的最菜 AD。怎么说呢？这或许就是电子竞技的魅力吧。我们遗憾新军苏宁没有拿下冠军，完成 LPL 3连冠的荣耀。但我同样的也敬佩这样拥有超强意志、努力向前的对手。这支队伍有经历过最初自掏腰包的窘境，经历过次级联赛迷失方向的压力，经历过初登世界舞台登高跌重的失落。今年他们带着复兴赛区的意志来到了总决赛，完成了属于他们的使命。希望他们可以继续保持努力和谦逊，走好属于自己的每一步。快乐新闻。比赛结束以后，又到了选皮肤环节。DWG 5个人选出了心中心仪的英雄
唉，心疼奥恩，所有人都来找奥恩打装备，却没有人对他说一句谢谢。你们不在乎奥恩，你们只关心你们自己。辅助 Barrow 夺冠当夜给原神充了777万韩元，合人民币4万5，这人老手游了。LCK 夺冠的时候还搁那感谢公主连结里的网友，这次打算做一个笑脸造型的日女皮肤，选手真是人均2次元。这要是蛇蛇夺冠了，估计还得整个刀剑神域主题的。前段时间拳头推出了新英雄塞勒芬妮，出现了一个很搞笑的现象，没出之前大家铺天盖地的老婆，出来以后 YouTube 的英雄介绍里所有人都在点彩。欧美发出了一个今年最受欢迎的新英雄投票，塞勒芬妮垫底，净肤第1名。好家伙，真正的全球欢呼。ESPN 最近又给大家整活了，世界赛刚打完，马上推出了一个2021年队伍战力预测，这排名就尼玛离谱，人家世界赛4强8强的你都不当回事儿是吧？还有这咋上面还有国电排20啊？血镜大人最近也不好受，骚粉输掉比赛以后送出了他最爱的植物人奖杯，兄弟们把泪目打在公屏上。也恭喜当 One Gaming 吧，反正我心里是很承认当 One Gaming 强的。苏宁很可惜吧，但是没有冠军奖杯，但是我可以把这个送给你，骚粉。那个是 LPL 官方给我发的，这个是最佳德莱文奖，还有这个下面那个黑色加橙色的那个是最佳 AD 奖。花盆能抽的，老子他妈的唯一的冠军能抽给你的，先拿回去吧。虽然没有冠军奖杯，骚粉，但是你可以把这个先当成冠军奖杯。我可以先把我的花盆先借给你，你到时候呢，明年争取拿个冠军，把花盆退给我。俗话说得好，拔毛的凤凰不如鸡。近日，前方 Plus 冠军中单杜英碧惨遭俱乐部雪藏，将原本的位置让给了视讯中单，只能在地下室精神恍惚，逐渐破防。我不能在楼上直播，因为楼上那个可能到时候有人会来那个视讯啊什么的，不能开摄像头。你现在在哪直播啊？不是那个楼下不是用青训用的嘛，然后像青训都不在了，那个他们都去其他地方。是杜英碧被赶到地下室了，没事。上面有那个什么中单来视讯的，所以他们赶到地下室里面去了。你旁边那个是床吗？还是桌子？旁边是桌子。啊，你该不会晚上睡桌子上没有床吧？是不是楼下就摄像头这个空间这么大，没有别的空间了，就这么大，你知道吗？那马戏团里面关猴子也是这样关的，你知道吗？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S10 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各大赛区的憋气大赛和不知道何时举办的全明星了。第100期会给大家做一点不一样的内容，求求大伙给我一个3连吧，这个对我真的很重要。我是超 carry 的柴西，我们下期再见，886。超超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嗨，大家好，我是苏宁的总教练超超。世界赛前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个采访嘛。你当时讲的是今年的大目标是4强，那现在明显已经突破了这个目标了，你对于这个成绩还算满意吗？感觉结果应该要是开心的，但是却又感觉会是最难过的，你知道挺复杂的。你觉得和就是 DWG 的决赛当中最后落败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是第3把没有赢吧，第3把赢了，我感觉对面就输了。就其实是一个心态上是否能够稳住吗？不知道，感觉我脑中没有他们打到第5盘的样子，也没有我们打到第5盘的样子。就赛前防卫都说了，两边都说是3比1，我也觉得确实就是3比1。那你觉得这一次世界赛里面发挥的最好的选手是谁？我觉得是 Angel 吧，就跟夏季赛的时候一样，我感觉他打的就内容很稳定，对，是我们队伍胜利的关键。那你觉得进步最大的是谁？进步最大的，我感觉也是 Angel 吧。那你觉得就是这一次世界赛当中，你觉得做的最好和不足的地方是在哪里啊？最好的地方应该是我们的选手训练的方向跟内容应该都还不错，正确。对，我感觉，但比较不好的就是，我感觉打 DWG
我和年做好一点，应该有机会赢，但感觉做得不够好。那现在就是打完比赛以后，选手的状态都还好吗？还行啊，过了好几天了嘛，他心态好很多，都想想放假要做什么。我觉得自己想再拼一点的，回来就是开排位了。那觉得还行的，可能打道然斗；觉得更轻松一点的，可能再玩别的游戏啊。对，我觉得都有自己解决压力的方法。毕竟就隔年的版本会变，然后隔年的比赛还没开始。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就是很重要，需要让自己心灵得到休息的时候吧。这一次世界赛，如果让你去评价一下教练团的对手啊，你会给谁的分数打得比较高啊 ？DWG 了，他们感觉他们即使在赢下比赛之后，每一场还是都有好好的去改善他的 BP。那第二，我觉得就我们，第三我想不到。OK， 因为我看你们的 vlog 里面有在讲，就是说，就比赛之前其实还是挺紧张的，就也没有睡好什么的，会觉得带新人选手进世界赛其实比就是成熟的要更有压力吗？倒也没有，毕竟就我一直以来带他们都是以世界赛的方法在教导他们，所以我觉得只要能打进世界赛，我们就能够发挥的比别人好啊。这次也有发挥出来。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呢？接下来目标是想办法在春夏里面拿一个冠军 ，LPL 的冠军吧，然后想办法打世界赛。我看 Showmaker 他有就是那个赛前短片里面说重塑 LCK 荣光，我辈义不容辞。你当时有看到那个片子吗？有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那韩国人本来就是这样想的，就是冠军就是他们的。那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就大家都有机会。就在决赛以后有什么想要对粉丝说的吗？我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就到决赛的时候，今年少数有观众的场合，就遇到每一个人都真的很真挚的在帮苏宁加油，是个很特殊的感觉吧。因为我不管在哪一队，从来也没有听过现场这么多人喊我队伍的名字，可惜我们没有赢下来，就差一点。小涛说他是因为看到2个韩国队会师鸟巢才打职业，这次至少在本土作战，他有自己去打这个决赛，对啊，但可是没赢而已。